两个女孩正在湖边聊天，可突然， What is that? 没想到湖中竟然有食人鱼，意识到危险的两人立马起身离开。可凶猛的食人鱼却开始不断撞击木板，导致走在后面的女人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掉进了湖里。一大群食人鱼顿时就被动静声吸引过来。危急时刻，同伴及时出手相救，女孩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木板上。然而两人刚走出去没几步，她又一脚踩断木板，卡进了木桥中。 眼看距离回到岸上只有一步之遥，食人鱼却再次发起猛烈的袭击，这下彻底完了，两人都掉进了水里。同时，一大群食人鱼也朝他们疯狂袭来。好在他们从小在湖边长大，水性都还不错，在食人鱼即将扑上来之前，惊险游到了岸上。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一只食人鱼竟然跃出水面飞扑了过来。女孩反应迅速，居然抓住了食人鱼，然后放在地上，拿起一块石头疯狂砸去。 最终，在两人的一顿输出下，食人鱼总算没了动静。为了搞清楚这些食人鱼的来历，马蒂在警察男友和一名同伴的陪同下，找到了当地一名有名的海洋生物学家。没想到老头一直在研究这种食人鱼，已经长达1年之久。水箱里刚好养了一只，它的凶猛程度超乎想象。说完，老头就拿来一块厚厚的钢板，把水箱一分为二，然后抓来一只青蛙放在另一边。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即使再凶猛的食人鱼，也不可能穿透几毫米厚的钢板。可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却让所有人瞪大了双眼。在察觉到食物的存在后，食人鱼立马变得兴奋起来，并且开始不停地撞击钢板。仅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，就将钢板撞开一个大洞。眼看食人鱼就要穿过去吃掉可爱的青蛙，善良的贝瑞却不顾危险将它救了起来。只因他以前养过青蛙宠物，不忍心看到这残忍的一幕。随后，老头又告诉大家，这种食人鱼并不是现代的生物，而是一种早就应该灭绝的远古食人鱼。至于为什么会时隔几百万年重现人间，它也是一头雾水，因为几乎没有天敌，且繁殖速度惊人，届时整个湖泊都会被它们占领，甚至还有可能通过排水管道进入私人泳池，威胁到人类的安危。听到这里的马蒂顿感大事不妙，因为他家刚开的水上乐园正好直通湖泊，明天就准备开业。如果真如老头所说，那就有大麻烦了。而老头也表示自己不止一次提醒大家这种食人鱼的恐怖之处，但奈何没什么公信力，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马蒂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湖边，准备下水查看排水管道的过滤网有没有遭到破坏。带上潜水镜后，马蒂拿着手电筒潜入了水中。经过一番检查，他发现过滤网安然无恙。然而就在他准备返回时，一只食人鱼却突然出现。血腥味顿时引来了一大群食人鱼。岸上的男友凯尔见情况不对，于是赶紧跳入水中救人。最终在食人鱼大军扑过来之前，成功将女友救上了岸。回到家的马蒂依然惊魂未定，本想躺在浴缸里泡个澡压压惊，却浑然不知一大群食人鱼已经顺着水管掉进了浴缸里。还好只是做了一个梦，不过这场梦也提醒马蒂一定要阻止水上乐园正常开业，否则一旦发生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，水上乐园就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游客，马蒂只好找到父亲，把食人鱼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。然而老秃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为了让水上乐园能够如期开业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，这么大的损失谁来承担？说完，老秃就不顾劝阻，打开了水泵，开始往水上乐园不断送水。殊不知大量食人鱼也通过进水口涌了进来，一只食人鱼还冲破过滤网来到了游泳池。接着一个小男孩回到岸上，告诉母亲自己的小腿被鱼咬了一口，可女人并没有相信孩子的话，还说他只是被刮伤了而已，游泳池里怎么可能有鱼？几句话就把孩子给打发走了。而此时的食人鱼在品尝到鲜血的味道后，又顺着进水口离开了，准备把同伴叫来一起用餐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游泳池里再次传来动静，一名游客发现了异常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蒂。马蒂再次找到父亲，说已经有食人鱼进入了游泳池，赶紧疏散所有游客。 Did you see it? No, but you've got nothing. That's what. 没想到凯尔也跑过来阻止马蒂，让他别乱说，以免引起恐慌。面对男友的不信任，马蒂失望透顶。既然没有人帮助自己，那他只能大声呼喊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大家水下的危险。结果却被凯尔强行带离了现场。此时游客们还在悠闲地晒着日光浴，浑然不知危险即将来临。直到被食人鱼咬伤，鲜血直流，女人这才意识到不对劲。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。随着无数食人鱼疯狂涌入游泳池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一瞬间，整个泳池就被鲜血染红，就连滑道里的游客也未能幸免。所有人都在疯狂地逃命，只有坐在轮椅上的老黑淡定自如。他叫助手帮自己安装好钛合金双腿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向泳池，决定与食人鱼决一死战。扑过来的食人鱼根本就咬不动老黑的钛合金腿，更何况他的钛合金腿还经过特殊改造。
但奈何食人鱼的数量实在太多，仅凭老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此时老秃看着游泳池里的惨状，直接愣在原地欲哭无泪，而马蒂则叫上同伴贝瑞，还在尽力想办法挽救。眼下想要避免更大的伤亡，就必须先排空游泳池里的水。于是马蒂便安排贝瑞去打开水阀，他则进入泳池解救游客。在赶去机房的途中，贝瑞遇见了好友小胖，两人一起来到机房，贝瑞赶紧打开水阀，游泳池开始排水，巨大的吸力将食人鱼都吸进了排水管道，就连没来得及上岸的马蒂也不幸被卷入其中。此时凯尔刚好就在岸上，马蒂以为自己得救了，可凯尔却并没有选择出手相救。原来马蒂的父亲在开业之前答应给凯尔泳池的一部分利润，所以他才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剧。说完，凯尔就离开了此地，只留下孤立无援的马蒂被慢慢吸入泳池底部，动弹不得。更糟糕的是，一只食人鱼竟然凿开墙壁向他游了过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贝瑞及时赶到，扔出手中的鱼叉，精准命中食人鱼。但由于长时间的憋气，马蒂很快就陷入了昏迷。幸好贝瑞果断跳入水中，将他从泳池里打捞了上来。接着不敢有丝毫耽搁，赶紧给马蒂心肺复苏。很快，一口老痰从口中喷出，贝瑞成功将马蒂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而此时机房里的小胖也放出大招，他直接将汽油倒进管道中，然后一脸得意地将华子丢进去。一阵猛烈的爆炸过后，天空中顿时下起了雨。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灾难已经彻底结束时，马蒂却突然接到了老头的电话。You're not going to believe this. I am They're evolving. They're learning to walk. 不料话音刚落，马蒂就看到一只食人鱼缓缓走到了岸上。作死的男孩拿着手机上前拍照，面对母亲的阻止也无动于衷。没想到下一秒，看来已经学会走路的食人鱼又将引发一场更加恐怖的灾难。